他真的如果推动国有化，如果他真的推动共产集权制，全面复辟共产集权制，经济一定要垮。就是他在从共产集权制朝着民族主义集权制在转变，还在转变中，还没有完全转变过去。人们会非常疯狂的，为了所谓的民族利益去打仗，去流血，去扩张。人们以为他是自愿的，实际上这个自愿的背景靠的是先被他压制了，先被他打击了，先把你的信息渠道切断了，先把你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的观点已经全部都你切断了，在这个背景下煽动起来的这些个反美呢，都是完全对历史无知。首先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个获得赔款的国家里，美国第一个提出来说中国非常贫穷，然后庚子赔款给美国的，美国全部退。所以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其实您点出来了，这个是仍然是制度，它有意的把人在欺骗的状态下变成了他既是被压迫的个体，又是施暴的对象。对，警察首先是党控制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叫做刀把子，然后呢，警察的后面有暴力，那就是军队，那么共产党把它叫做枪杆子。那党控制了枪杆子，党控制了刀把子，党还控制了笔杆子。然后伴随着大规模的私有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已经产生了公民社会，也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民间组织。实际上中国曾经一度朝着威权主义的制度方向已经在转化了。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边听着，其实仍然在折射现在中国的这个现实。因为您的书里也研究的也是中国的问题，当然您给中国的直接定义已经就是共产集权。对，您刚才也说了有2种集权主义，对，中国是共产集权。我现在是2个问题，您可以一起说。就是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共产集权的情况下，现在在讨论集权主义的灭亡或者说转型还有意义吗？或者说转型的路径在哪里？对，是这样。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呢，它作为一个共产集权制呢，在改革开放时期，那么有相当大规模的私有企业的发展，然后伴随着大规模的私有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已经产生了公民社会，也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民间组织，那么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里，就是在私有企业大发展，公民社会也随着相应有发展的这段时间里呢，实际上中国曾经一度朝着威权主义的制度方向已经在转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1年发表一篇很长的论文，那个实际上是2009年写完的，2006年开始写的。我造了一个概念呢，就叫做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就我把中国定义为威权主义制度。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私有企业的大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这是威权主义的特点了。因为集权主义是这些东西是不能发展的。那么就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在集权主义制度下，当我们是不是还有任何价值讨论制度转型？当然有价值。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的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集权主义制度能不能和平的朝威权主义过渡？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集权主义制度能不能和平的退化成威权主义制度？退化的意思就是它的权力开始收缩，那么一部分的权力逐渐离开了共产党手里，这个权力逐渐落到社会手里去了，离开了共产党了。但是呢，我们看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又返回去了？为什么又返回到极权主义去了？对啊，原因就是因为他虽然在朝威权主义退化，但是呢，共产党从来都很清楚，就是他要维持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他很清楚，然后他从来都很清楚这个退化威胁他的统治，这不是他要看到的。对也，对，他只不过是希望发展经济，来维持极权主义统治，然后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产生出来了威胁他的社会上的变化。社会上的变化就是公民社会，就是伴随着这个私有产权产生出来的东西。私有产权本身也意味着实际的一部分的权利，比如说纯的资源的配置权离开他了，就是这东西对他来说都是这个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只有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他才能返得回来。如果他是威权制，他是返不回来的。那么就因为他是极权统治，所以他利用了他极权统治的所有的力量，其中就是包括了各种暴力，包括了这个用军队来威胁他的这个各种的警察。他的警察是多种部队，他的警察不是一支警察，好多支警察，就是比如说有武警，有公安，有国安等等等等，就是说好多支警察部队。警察部队的背后有威胁他们的力量，就是有警察首先是党控制的，什么中国共产党叫做刀把子，然后呢，警察的后面有暴力，那就是军队，那么共产党把它叫做枪杆子。那党控制了枪杆子，党控制了刀把子，党还控制了笔杆子，就是宣传。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起，返回来他来控制。那么这个呢，就才使得有最近的10年的时间，就是中国的倒着返回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共产集权制到底和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是个什么个关系，对吧？对。实际上呢，就是他现在返回集权制的时候呢，由于就是共产主义理论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集权制的这个基础，意识形态基础，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动摇了。因为就是连共产党自己，共产党的高官，共产党的骨干们，也很少人还相信共产党了，还相信共产主义理论，还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实际上呢，中国的共产集权制在经过了一番朝着这个威权主义退化，然后又返回来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本身正在转变，就是它在从共产集权制朝着民族主义集权制在转变，还在转变中，还没有完全转变过去。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讲？原因呢是在于，第一，就是它仍然还有很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宣扬，在坚持，而且仍然就是他们自己还是这个没有非常清楚的、清醒的、有意识的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他还没有。另一面呢，就是民族主义这一面呢，他已经在非常努力的推动民族主义，对，已经在有意识的把这个东西替换过来，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至今呢，还没能煽动起来非常疯狂的民族主义。就是他要用这个来取代呢，要到那一天煽动起来非常疯狂的民族主义，非常极端的疯狂的热情的这种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完全取代共产集权主义。所以但是呢，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那么从产权的角度讲，他其实已经开始朝着这种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极权主义制度转变了。产权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在过去这个改革开放时期产生了这么大规模的私有产权，那么它一度朝着共产集权主义方向又往回返，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打击这个私有产权，在压制这个企业家等等等等。然后资产国有化。但是他最终他会意识到，就是他真的如果推动国有化，如果他真的推动共产集权制，全面复辟共产集权制，经济一定要垮。就是当他意识到他实际走不了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呢，他就会为了维持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就会转变成这个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名义上在法理上这个保持私有企业的存在，保持承认对企业家这个私有产权承认，但是党对企业家的控制绝对不放松，而且不仅是不放松，还要加紧。所以呢，就变成了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是跟党走还是不跟党走，对吧？就是如果你是积极的跟党走，你得很多好处。如果你反对党，你扎监狱去了，或者党认为怀疑你对党的这个忠诚，你就有很大的这个可能性被党抓监狱里去。然后党要你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就是你可以哪怕是被动的，你也必须做。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已经是很清楚了，最终控制权在党手里，不在你手里。就是你名义上是企业家，你名义上这个你觉得啊，我作为企业家，这个我的那个收入是挺高，我的生活挺舒适，这都不重要。就是不要误认为，由于你是企业家，你的生活很好，这就是意味着你是所有者，这是误解。这个，当我们讲产权的时候，产权指的是最终控制权，指的是你的企业做什么，你的企业做什么，党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如果你的企业做的这件事儿正好是党要做的，那你就有机会发展。那因为这正好党是要你做这个，但是呢，如果党要你做别的，你必须这个按照党这个指示来。然后现在党缺钱了，跟你要，你必须得给党钱。你用任何方式，你得满足党的要求。这个其实就是最终控制权的概念。这一块特别重要，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了嘛，从06年开始，你也是推动者，就是很多人其实也看到，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中国确实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所以企业家，包括中国这个科技企业各方面，这个确实有一大批企业家，然后这些呢，现在过去这2年呢，就变成了，你告诉他们有私有产权也好，没有私有产权也好，他会很具体的说，他说我确实也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可能性推翻极权主义，但是现在党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情况下，那我就干吧，只要让我有口饭吃。甚至他们可能就不再讨论，谁是最终决策权，就是甚至他们说行，只要这个企业在名义上是我的，我现在有饭吃，我将来10年有饭吃，也许我的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党的利益可以在一起呢。就是他们主动被动的就成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对支持者和资源提供者。对。可是您再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一个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中国，它持续发展，您说没有发现很危险的民族主义，但其实国际上很多报道，大家也都有反应，觉得中国的所谓的战狼外交，您把这个点清楚了，您认为它这个是这个共产党它有意要往这个方向去推导。那么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现在继续也没有人想去推动它，也没有能力，如果它继续在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这个道路上往下走，所有人会面对的是个什么情况？就大家甚至都不谈了，我放弃我的最终决定权，我就跟着你走，会是什么情况呢？对，它是这个，其实呢，最好的例子呢，就是这个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
和这个意大利的法西斯，就是这个时期，就是它是怎么运作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无论是纳粹党还是法西斯党，它都并没有国有化，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企业必须为它的这个战争机器服务。就是如果你拒绝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那你要么就逃走，要不然就把你抓起来了，就是或者是说你如果比如说哪怕你是民族主义，但是你不同意纳粹党，你也一定出问题。就是你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而且你必须是纳粹主义。你说我热爱德意志民族，你说我是一疯狂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是纳粹主义，你必须是跟纳粹党在一起的。那么就是你纳粹党如果认为你在暗中保护犹太人，那你就一定出问题，就把你抓起来，或者是当场把你枪毙了。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就是你作为企业家，就是你必须跟极权主义党合作，然后跟极权主义党合作，你一定首先你的合作带来的后果就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首先是压制国内的人权，所以所有在国内压制人权的事，你都必须实际在参与。就是你以为你没有参与，但实际你都必须要提供资源，你要参与。再有一个就是极权主义不可避免的是要向外扩张的，就是当他力量，他认为他的力量够强，他一定是要扩张的。在扩张的时候，那么你的资源，他等于是要企业家帮助他扩大资源，帮助他参与他向外扩张的行动。比如说全面军事化，就是全面军事化，你原本你可以是完全是民间的企业，但是你在军事化的过程中，就是大量的民间的东西就自动变成了军事的东西。比如说化肥跟炸药是没有界限的，生产化肥的自动就变生产炸药的，这是没界限的。然后你生产芯片的，是为雷达服务，还是为军事的通讯服务，还是为导弹服务，军用的无人机服务，还是为监视中国老百姓服务。比如说商汤，商汤的巨大量的产出，实际就是警察用来监视所有老百姓的，甚至还出口到别的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威权主义的政府去监视别的国家的老百姓。你说起来，这是商汤是一个从技术上讲相当好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的巨大量的产品的主体是拿来监视老百姓的。所以就是说你是做的是什么工作，很自然的这个问题就来了。而且您点到那一点，就是说它极权主义，它一定，尤其国家主义的极权主义，它真正的受害者是国内的民众，从来都是，从来极权主义从来最大的受害群体是本国的人民，本国的人，而不是由于开战外边的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是靠全面的压制国内的人权才得到的统治，靠全面的压制才使得国内能够他能够巩固他的权利，使得他能够向外扩张。但是这个时候呢，
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为什么刚才我要强调，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是不是推到了疯狂的程度？就是当他把民族主义推到了疯狂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这就类似于过去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到了疯狂的程度，会有文化革命一样，会有大跃进一样。那么你这个民族主义推到了疯狂程度，我们见到的就是纳粹、法西斯。就是他那个对外扩张的力量来自于这个疯狂，那这个疯狂就是由于极权主义制度下，它全面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资源当然就包括了媒体，包括了所有鼓动的这个资源，然后呢，它切断了人的所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切断了人的讨论的那些机会，然后他鼓吹民族主义的时候，鼓起来的那个热情。人们会反驳我刚才讲的话，人们会说我们的人权没有受到压制，对呀，因为是我们愿意的，对呀。那么这个人们会非常疯狂的，这个为了所谓的民族利益去打仗，去流血，去扩张，人们以为他是自愿的，实际上这个自愿的背景靠的是先被他压制了，先被他打击了，先把你的信息渠道切断了，先把你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看法，各种的观点已经全部都你切断了，在这个背景下煽动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人们被欺骗的时候，被煽动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被煽动、被欺骗是因为什么会造成的这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就是我这一代的人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然后文化革命的那个时代，就是大量的这个血腥的事情是怎么做的？是群众做的，是人互相的对，就是当我们现在讲极权主义制度迫害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就会说，那不是极权主义制度迫害的呀，是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呀。你比如说这个广西还有吃人的呢，就是广西这个两派这个打的时候，这一派的人把那一派人拿去弄死了以后就吃了呀，就是吃他们的内脏啊。就是一方面呢，它是有这个非常这个老的传统下来的一种迷信，认为吃某一个脏器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好处。这个就是很残忍，就是本来就有，然后呢，这个在这个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煽动下，然后人都变成了就是有一种这个煽动起来的疯狂，然后变成了这个合法化，所以人们会误认为这个只是就是中国人是这样的。实际上，中国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中国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会这样。所以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警告要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中国面临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威胁，就是因为它是极权主义制度，它有一天它会煽动起来这个民族主义，这民族主义来的时候会非常疯狂。然后这种疯狂会把中国置于这个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敌对的那个状态。其实你已经解释了最近发生了很多的还算是个案的事件，但已经让人非常忧虑了。不管是东北的，在那个公园里去捅美国老师，苏州就直接日本学校就把要去捅那些学生，最后还有一个女性非常英勇的丧生了。所以这其实只是还是您说还没有到最疯狂的时候，如果是最疯狂的会更可怕，就真的出现你们很多人经历过的那个温和的那种状态。对，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因为现在现在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恐惧嘛，前提就是意识到了，行就是集权控制，没有办法，所以不谈人权，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民族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很多时候认为，老百姓是自己愤怒，大家就喜欢反日，大家就是恨日本人，然后就会这个批评的矛头就会指向个体，是说这些是愚蠢的人，但是其实您点出来了，这个是仍然是制度，
他有意的对把人在欺骗的状态下变成了他既是被压迫的个体，又是施暴的对象。对对对，就是非常，刚才我讲的稍微抽象了一点啊，更具体一点讲，就是比如说，非常多的中国人，这个极端的蔑视甚至敌视印度人，因为中印边界上有冲突，然后非常的蔑视和敌视这个菲律宾人，敌视跟蔑视日本人，这全部都是因为有这个领海这个领土纠纷，那么这个和这个所谓要解放台湾，所谓的武统，所谓的这个留岛不留人，就是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就是煽动民族主义，然后变成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引来巨大灾难的这个非常清楚的苗头。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伴随着就是这个国际关系的紧张，就是这些年来，就是这个整个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么这个任何时候都会爆发出来一个契机，会煽动这个民族主义，煽动的很强。这个实际上呢，这个90年代都发生过好多次，这当时有过反日的，有过反韩国的，这韩国只不过就是因为这个那个比较好的一个雷达设备要装在那里，这边就不得了了，就反韩国，这个等等，就是这个都发生过，反美的都发生过。还有就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反美？这是一定是有政府在操纵的，是吧？对，这些个反美呢，都是这个完全对历史无知。就是最近有学者这个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这个庚子赔款，就是辛丑条约的时候决定，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嘛，因为这个当时义和团和这个清政府、满清政府这个杀他们大使馆的人，然后烧大使馆，然后引发的这个八国联军这个进来，然后呢强迫中国这个庚子赔款，这个量很大，那个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这个赔款。然后这个有这个学者稍微做了一点计算，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个这个获得赔款的这个国家里，美国第一个提出来说中国非常贫穷，然后庚子赔款给美国的，美国全部退。但是所谓的退，他并不是说我不要，而是说我还要，我要了以后我来支付。这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所有权、控制权。什么是所有权？所有权就是控制权，就是说这赔款我还要，但是我不拿回来美国，我拿这个钱在中国花了，所以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然后就是花很多的钱，然后这些实际上还有不光是这两个最有名，还有别的东西，就是美国在中国的一系列的这种项目，全部花的就是靠的是幸亏这个钱资源让他来配置，所以才给中国留下了就是这么好的这个学术机构，然后其他的西方国家跟着美国也做了相应的一些事儿，但是没有像美国返回来的这么多。那么有学者做过计算，就是美国这个退回来的钱，在许多年甚至超过收的，就是庚子赔款收的钱，就是说退款退到这种程度。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抗战期间，美国在中国死多少人，就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战，而且这个尤其是抗战，就是在美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时候，来的都是这个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死多少人在中国，这个然后出多少飞机，那都是人家那边出来的，不是中国人花钱买的，人家的飞机，人家的驾驶员跑来这个帮助中国来抗战，就是这个，然后就是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
会发展这么快？就是美国给的哪来的这个能力？然后这个实际上这个科学技术都来源是什么？然后这个科学技术的来源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力量进来？是因为在美国这边太多的人真心的来帮中国，他还有意的在帮，至今还是这样，都不是说这个那个时间，至今大量的美国的这个人还在有意的在帮助，所以这些反美的人，他真的就是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而他们之所以不知道，这是极权主义带来的。